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陈飞宇被拍现身迪丽热巴同酒店，曾自曝篮球和热巴是他最爱。迪丽热巴和陈飞宇主演的电视剧《白日提灯》正在热播，两位主角的宣传活动也持续不断，俩人积极为剧集造势。然而，没想到在2号这天，八卦媒体爆料称拍到了陈飞宇和热巴入住同一家酒店的照片。这个消息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媒体透露，拍到热巴结束活动后，独自回到下榻的酒店。而令人意外的是，仅半小时后，陈飞宇竟然也出现在这家酒店的大堂，准备搭电梯上楼。直到深夜，媒体并没有看到他从酒店或地下车库离开，这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虽然两人刚刚出席过剧宣活动，但狗仔们却在第二天质问陈飞宇，隔天一早他就要飞回厦门继续剧组工作，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在北京的早高峰时段选择留在热巴下榻的酒店过夜？这个问题让人浮想联翩，陈飞宇究竟为何如此大胆？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两人之前参加《你好星期六》的一个答题环节时，何炅曾直接抛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灵魂拷问：迪丽热巴和篮球的共同点是什么？当时，迪丽热巴毫不犹豫地答到圆，她的回答显得既简单又有道理。而紧接着，陈飞宇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脱口而出一句“我的最爱”，这回答既直接又大胆，顿时让热巴愣住了，现场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看来，为了剧集的宣传，陈飞宇和热巴真的是煞费苦心，尽全力去赢得观众的关注和喜爱啊！在当下这个信息高速流转、情绪极易被点燃的娱乐语境中，关于迪丽热巴与陈飞宇同住一家酒店的消息，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被无限放大，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可如果我们稍微放慢一点节奏，从更成熟也更理性的视角去看，这件事其实远没有表面那么戏剧化，反而更像是一种当代影视宣传生态的真实写照。首先必须承认，围绕白日提灯展开的一系列宣传动作，本就处在高密度、高曝光的周期内。剧集热播，演员合体，线下活动频繁，这些都意味着他们在同一城市、同一行程轨道上的概率被大幅拉高。同住一家酒店，在行业内部其实是再常见不过的安排，既方便统筹，也利于安全与效率。可一旦被镜头捕捉，再叠加时间差、未离开等细节，就很容易被解读出另一层意味。但真正值得玩味的，并不是否同住，而是大众为何如此渴望从这些细节中拼凑出一段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恰恰说明了观众已经在情感上接受甚至投入了这对荧幕搭档。换句话说， CP 感的建立不只发生在剧情之中，也在现实的想象空间里被不断延伸。再回看两人在综艺《你好星期六》中的那段互动，就更有意思了。当何炅抛出迪丽热巴和篮球的共同点是什么这个看似轻松的问题时，热巴的回答是圆、干脆、直接，带着一点她特有的清醒与分寸感。而陈飞宇那句几乎不加思索的“我的最爱”，则像是一颗突然投入水面的石子，不至于掀起巨浪，却足以让空气产生微妙的涟漪。这样的瞬间，其实正是当代观众最容易入戏的节点。因为它介于真实与表演之间，既不像剧本那样完全设计，也不像现实那样完全无意。它保留了一点暧昧的空间，让人可以解读，也可以选择不解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今天的娱乐工业体系中，演员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早已不只是出演那么简单。尤其是像迪丽热巴这样已经拥有稳定观众基础的演员，他在宣传期的每一次露面，每一个互动，都会被赋予更多层意义。有时候是角色的延伸，有时候是作品情绪的外化，
有时候则只是一次被放大的普通交流。而陈飞宇的表现同样值得放在成长的语境中去理解。从最初略显青涩，到如今在公开场合能够自然的回应，甚至主动制造话题，他显然也在逐渐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关注环境。那句我的最爱，或许有几分直率，也可能带着一点年轻人的不设防，但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表达，让他在一众谨慎发言中显得格外鲜活。说到底，这场围绕同酒店的讨论，更像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两位演员的关系，而是观众、媒体与作品之间那种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我们既渴望真实，又享受想象；既知道是宣传周期的一部分，又忍不住带入情感。而对迪丽热巴来说，她真正稳定输出的，从来不是某一段被解读的关系，而是一种持续可见的专业度与存在感。无论是镜头前的状态，还是活动中的分寸，他始终在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回应外界的各种投射。这种能力或许比任何话题都更长久。所以，与其执着于一个夜晚、一家酒店，不如把目光重新放回作品本身。当热度褪去，真正留下来的依然是角色、故事以及演员在其中完成的表达。而那些被无限放大的瞬间，终究会成为流动信息中的一粒尘埃，被新的话题所替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观众曾经短暂的心动、猜测，甚至参与其中，而这也许正是影视作品最隐秘却最真实的影响力所在。迪丽热巴、陈飞宇同框跳富球摇，15秒魔性舞蹈引爆全网热议，古偶顶流携手跳爆火网络舞。4月1日，在北京举办的白日提灯沉浸式追剧团活动现场，迪丽热巴与陈飞宇这对高人气搭档同框跳起了风靡全网的复仇摇。短短15秒的视频一经发布，迅速攀升至热搜榜。迪丽热巴、陈飞宇跳富球摇和热巴女团门面及舞姿等话题热度持续飙升，累计阅读量超过5亿，网友纷纷称赞甜度爆表，魔性上头。这场全网狂欢的舞蹈发生在白日提灯媒体见面会上，作为剧集的领衔主演，迪丽热巴和陈飞宇应现场粉丝要求，即兴表演了这支当下最火的富球摇舞蹈。视频中，迪丽热巴身穿黑色短裙，搭配银色长靴，卷发随风甩动，动作干净利落。她的标志性动作，手臂交叉后迅速外甩，头部侧甩，膝膈律动，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眼神既冷艳又俏皮，仿佛让人看到了她女团出道时的风采。网友纷纷称赞，这真是妈咪级别的舞蹈功底，实在太厉害了。她的舞蹈充满了自信与魅力，宛如一位舞台上的女王。而身旁的陈飞宇身着白色西装，略显呆萌，他在舞蹈中的表现则显得有些呆萌。虽然他尽力跟上节奏，动作幅度较小，表情又显得有些严肃，与热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网友们戏谑道，热巴在跳女团舞，飞宇在跳广播体操，阿瑟这冷脸跳富球摇，真是可爱又好笑。尽管如此，两人配合默契，15秒的互动迅速点燃了现场气氛，尖叫声此起彼伏，视频也在网络上被反复播放数万次。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还出现了一个暖心的小插曲，看到热巴穿着短裙不变，陈飞宇默默走上前为她搬来凳子。这一细节被网友捕捉到后，陈飞宇冷脸搬凳子的热搜话题迅速登上了榜单。网友们纷纷称赞，陈飞宇真是绅士又暖心，细心照顾热巴。富球摇作为2026年开年的文化现象之一，已经席卷了整个娱乐圈。这支舞蹈最早由演员白鹿在3月初发布的一段手势舞视频引爆网络。弧心动作源自韩国男团 TWS 的歌曲 Overdrive， 其标志性设计在于手臂交叉后迅猛外甩，配合头部侧甩和膝盖弹性律动，充满了反叛与爆发的力量。简单易学的动作以及复仇意味浓厚的情绪，让它迅速在抖音、微博等平台掀起模仿潮，
累计播放量突破15亿次。舞蹈成为了无数打工人宣泄压力、治愈内耗的神秘武器。随后，贺峻霖、周洁琼、卢昱晓、毛晓彤等明星纷纷加入了这股翻跳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复仇摇的热度。而邓凯版的复仇摇以僵硬但极具节奏感的机械舞步和激昂的背景音乐相结合，被网友调侃为充满复仇气势的舞蹈，成为了邓凯进行曲的代名词。迪丽热巴与陈飞宇的同框翻跳，无疑给这一现象级舞蹈再次增添了火花。此次活动也正是为了宣传迪丽热巴与陈飞宇领衔主演的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该剧已于3月28日在腾讯视频独播，改编自黎清然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贺思慕与少年将军段虚慈之间的奇幻爱情故事。开播前，剧集在腾讯视频的预约量已突破520万，预告片全网播放量超过3600万次，热度堪称惊人。剧中，迪丽热巴一人分饰三角，白天是柔弱隐忍的孤女贺晓晓，夜晚则是红衣白发的幽冥之主，而在关键时刻又切换为冷静果断的鬼王。她的三重性格无缝转换，演技层次感十足，被观众誉为2026年古偶天花板。陈飞宇则饰演与他深情相依的少年将军段虚慈，二人演绎了一段跨越生死的宿命羁绊。剧中的甜虐爱情线与精彩的打戏、权谋斗争吸引了大量观众，开播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热度持续攀升。迪丽热巴与陈飞宇的同框复仇摇迅速引发全网热议，相关话题的阅读量突破5亿，讨论量超30万。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互动，热巴的舞蹈功底真是太强了，眼神杀简直无敌。飞宇虽然跳得有点呆萌，但冷脸反差萌太可爱了。这对 CP 的颜值和互动，我能磕1万年。白日提灯冲压，复仇摇被明星们玩出花了，你心中跳的最好的是谁？业内分析认为，迪丽热巴与陈飞宇的同框翻跳，不仅为新剧《白日提灯》成功造势，也精准抓住了当下年轻观众的兴趣点，将娱乐热点与剧集推广完美结合。如今，《白日提灯》正在腾讯视频热播，随着剧情的推进，热度持续攀升。而迪丽热巴与陈飞宇的复仇摇视频仍在广泛传播，成为2026年春季最亮眼的娱乐风景线。在这个节奏飞快、热点层出不穷的娱乐时代，能够真正破圈的瞬间并不多，而迪丽热巴与陈飞宇那短短15秒的复仇摇，却偏偏成为了这个春天最让人难以忽视的一抹亮色。很多人或许只是点开视频随意一看，但当音乐响起，动作展开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段简单的舞蹈，而是一种气场的释放，一种属于迪丽热巴的独特魅力在悄然绽放。说实话，如今的观众早已对营业式互动产生了审美疲劳，过于精心设计的桥段反而显得刻意。但这一次的舞台，却恰恰因为即兴而显得格外真实动人。迪丽热巴站在那里，并没有刻意去证明什么，她只是随着音乐，自然而然地进入节奏。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手臂的甩动，头部的侧摆，膝盖的律动，仿佛早已融入身体记忆之中。那种轻松却精准的掌控力，让人很难不去联想到她过往的舞蹈功底与舞台经验。更难得的是，她的表情管理依然稳定而富有层次，眼神里既有冷艳的锋芒，又带着一丝俏皮的松弛感。这种微妙的平衡，其实并不容易拿捏。太用力会显得用劲过猛，太收敛又容易失去感染力，而迪丽热巴恰好找到了那个刚刚好的点。于是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在完成动作的演员，而是一个真正享受舞台、掌控节奏的人。很多网友说她是女团门面级舞姿，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所谓门面，从来不仅仅是外形的优越，更是一种在镜头前的绝对吸引力。她一站在那里，画面就自动有了焦点。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而是长期积累后的自然流露。当然，这段舞蹈之所以如此上头，
也离不开与陈飞宇形成的有趣反差。他略显拘谨，甚至有点呆萌的表现，反而让整个画面多了一层轻松与趣味。一个游刃有余，一个努力跟上节奏，这种不对称的默契，让人忍不住反复观看。观众并不会因为他的不完美而出戏，反而会因为这种真实感而更加投入。而那个被无数人点赞的小细节，默默搬凳子的举动，更像是为这段热闹的互动添了一笔温柔的注脚。在喧闹与欢笑之外，这样的瞬间往往更容易打动人心。它不张扬，却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体贴与分寸，也让整个画面多了一点温度。从更大的层面来看，这段傅求瑶的走红，其实也反映了当下观众情绪的一种投射。简单直接的动作，带着一点反叛的情绪表达，让人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得释放。而迪丽热巴的演绎，则让这种表达多了一层美感与力量。她不仅是在跳舞，更像是在用身体讲述一种情绪，不压抑，不内耗，干脆利落地释放出来。再回到白日提灯本身，这样的出圈瞬间显然不是偶然，它既是演员个人魅力的体现，也是作品气质的一种延伸。迪丽热巴在剧中一人分饰多面角色，本就需要极强的情绪切换与表现力，而这种能力也在舞台之外得到了印证。她可以是剧中复杂多变的角色，也可以是在活动现场轻松自如的舞者，这种切换之间的从容，本身就是实力的体现。很多人喜欢用顶流这个词来形容她，但如果只停留在流量层面，其实是低估了她的价值。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那些反复出现、不断加深印象的瞬间。而这15秒的舞蹈，正是这样一个节点，它不宏大，却足够鲜明；不刻意，却足够有记忆点。当视频一遍遍被播放，当话题不断发酵，人们或许会逐渐淡忘最初的细节，但那种被吸引的感觉却会留下来。而这种感觉，恰恰是一个演员最珍贵的资产。所以，当你再次点开那段傅求瑶，不妨慢一点去看，你会发现，真正让人上头的，从来不只是动作本身，而是迪丽热巴在那一刻所呈现出的自信、松弛与光芒。那是一种不需要解释的吸引力，也是一种属于她的独一无二的舞台语言。迪丽热巴新剧宣传现场，线下唱歌土味儿感拉满，身材变化引热议。迪丽热巴的新剧你们看了吗？她的新作品是否也吸引了你们的目光呢？2026年3月28日，由迪丽热巴和陈飞宇主演的电视剧《白日提灯》正式在腾讯视频上线。这是迪丽热巴2026年首部开播的电视剧，在剧中，她饰演的角色赫思慕肩负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使命，维持人类与灵界之间的平衡。为了为电视剧带来更多的关注度，迪丽热巴于4月1日积极参与了线下宣传活动，现场的一些花絮也被曝光，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据了解，白日提灯的宣传活动当天分为2个场地，一个是在北京的英皇影城，另一个则是在朝阳区的西11空间。作为女主角的迪丽热巴，几乎在2个场地都亲自到场了。虽然她是一个人气极高的艺人，但在活动现场，她毫无架子，充满了活力和热情，给人一种十分接地气的感觉。活动现场，迪丽热巴与陈飞宇联手表演，陈飞宇弹钢琴，而迪丽热巴则用歌声为大家带来惊喜。原本大家以为这会是一个浪漫的撒糖时刻，但迪丽热巴的歌声却意外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她没有选择普通的唱法，而是用山歌的腔调演绎了一首生日快乐歌。如果你曾听过王立新演绎的山歌版 Miss Pretty， 你大概能想象迪丽热巴唱生日快乐歌时的独特风格，那种充满土味的感觉，真是让人耳目一新。许多网友表示，这样的迪丽热巴十分独特，甚至有人调侃道，希望这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就连与她一起表演的陈飞宇也被她的表现给破防了。老实说，
平时我们总是看到完美无瑕的女神形象，而当迪丽热巴展现出另一面时，真的让人感到一种惊喜与新鲜感。在她的最新亮相中，除了与现场观众的互动，许多人也将目光聚焦到了她的外貌。有网友发现，这一次迪丽热巴的脸似乎比之前略显丰满了些。事实上，仔细观察，尤其是对比她之前的照片，这种变化还是相当明显的。前段时间，迪丽热巴曾接受 CCTV 采访时，镜头下的她脸部线条分明，颧骨突出，下巴尖尖，整体看起来异常瘦削。而在此次现身时，她的脸部变得更加圆润，肉嘟嘟的，连胳膊也显得比以前更有力，给人一种明显的变化感。大家不禁猜测，是否她近期增肥了，或者是故意增重了呢？看着如今有些发福的迪丽热巴，网友们纷纷表示，热巴胖一点更好看，太瘦了身体不好，天天那么拼，要有点肉才健康。还有人评论说，她这样更美，脸圆了显得更有青春感。不可否认，自从迪丽热巴换了新经纪人后，她的状态似乎越来越好。先是参加了迪奥活动，又接连参与了多个品牌的直播，这次为了新剧《白日提灯》积极宣传，给人一种事业心十足的女强人形象。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我们见惯了精修滤镜下无懈可击的完美女神，也习惯了千篇一律的营业模式。但当迪丽热巴带着白日提灯走进线下宣传现场的那一刻，却让人突然意识到，原来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完美，而是真实。3月28日，白日提灯正式上线。这部由迪丽热巴与陈飞宇联袂主演的作品，一开播就吸引了大量关注。而比起剧中她饰演的万灵之主赫斯木那种带着神性与距离感的角色设定，线下的她却完全是另一种气质，鲜活、热烈，甚至有点不按套路出牌。那天的北京，2个场地来回奔波，本可以是一场标准化的宣传流程，但他却偏偏把它变成了一场有温度的见面。没有刻意端着的明星架子，也没有机械重复的互动流程，他整个人是松弛的，是在玩，也是在认真对待每一个观众的。最让人意外的，莫过于那段出圈的唱歌环节。当陈飞宇坐在钢琴前，气氛本该是温柔浪漫的，可迪丽热巴却偏偏用一段带着山歌腔调的生日快乐歌，打破了所有预设的想象。那一刻，没有人再去计较音准与技巧，反而被这种带点土味的真诚表达击中。有人笑称破防了，也有人调侃太上头，但更多人是在这一刻重新认识了她。原来她不仅仅是精致的、遥远的，她也是有趣的、敢玩的。这种反差，其实正是她最珍贵的地方。我们总说演员要有角色感，可在现实中，一个敢于打破自身标签的演员，才更有生命力。他没有被颜值天花板的标签困住，反而主动走出舒适区，用一种近乎自嘲的方式，让观众看到他的另一面。这不是翻车，而是一种难得的松弛与自信。再说到外形变化，这一次关于变圆润的讨论，其实也很有意思。过去的她，线条锋利，骨相突出，是典型的冷艳型美人。而如今的她，脸部多了几分柔和，气色更饱满，甚至连手臂都多了一点力量感。这种变化，在镜头前或许不再极致，但在现实中，却显得更加真实、健康，也更有亲和力。观众的反馈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胖一点更好看，这样更有青春感。这背后反映的，不只是审美的变化，更是一种对健康状态的重新认同。毕竟，比起过度消瘦的精致，带一点生命力的美，才更耐看。而这一切的转变，也恰好与她当下的事业节奏形成呼应。从品牌活动到直播露出，再到为白日提灯全力宣传，可以明显感觉到，她正在以一种更加主动的姿态，重新掌控自己的节奏。那种我必须做到最好的紧绷感，似乎被一种更成熟的从容所取代。这或许才是一个演员最好的状态，
既有锋芒，也有温度，既能在角色中发光，也能在生活里自在。回到白日提灯本身，赫斯木这个角色承载着维系人界与灵界平衡的使命，本就带着某种孤独与重量。而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迪丽热巴时，反而更容易相信她能够把这种复杂的情绪层层递进地呈现出来。因为真正动人的表演，从来都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来源于一个人对自我、对世界的理解。也许有人会记住他那段土味山歌，也许有人会继续讨论他的外形变化，但这些表象之外，更值得被看见的是他正在发生的那种悄然转变，从被定义走向自我定义。这样的迪丽热巴不再只是一个被仰望的名字，而是一个越来越鲜活、越来越有故事的人。而我们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重新对他产生期待。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迪丽热巴的新剧能够大获成功，期待她的表现更加精彩。一套蜜桃造型封神，迪丽热巴为啥没被骂人工糖精？家人们是不是早就看腻内娱甜妹造型了？要么假的离谱，要么腻得齁人。这篇不瞎吹颜值，只讲实在的，告诉你热巴4月2日这组写真，凭啥圈粉还不招黑？4月2日，迪丽热巴最新写真一释出，直接美到出圈。粉嫩上衣搭包臀裙，肤白腰细，自带光泽感，活脱脱一颗饱满的水蜜桃，沁人心脾，还一点不刻意。给大家放个实打实的干货，2024年甜宠类造型热度直接暴跌23%，观众早就对人工甜妹审美疲劳了，女星稍微用力过猛就会被骂装嫩。迪丽热巴最赢的地方就是不装，她没硬挖又太赶，粉嫩穿搭刚好贴合自身气质，饱满曲线也不刻意炫耀，甜得自然又清爽，一点不腻人。内娱太多女星为了蹭甜妹流量，硬穿粉嫩妆，挤无辜表情，越装越油腻。热巴不一样，她的甜有底气，不靠套路，全靠自身气质撑着。有人说她靠身材出圈，其实是她懂审美，不迎合畸形瘦审美，保留健康饱满的曲线，不刻意瘦，不刻意甜，这才是女星该有的美。在如今审美快速更迭的内娱环境中，甜美早已不是稀缺品，反而成为最容易翻车的高风险标签。当越来越多观众对千篇一律的人工糖精式甜妹产生审美疲劳时，迪丽热巴这一组4月2日释出的蜜桃系写真却意外的让人眼前一亮，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恰到好处的甜而不腻的示范。第一眼看到这组造型，很难不被那种自然流动的生命力吸引。粉嫩色系的上衣搭配包臀裙，本是再常见不过的甜妹模板，但穿在她身上却没有丝毫刻意讨好的痕迹。那种像水蜜桃般饱满、清新，带着微微光泽的状态，不是靠妆容堆砌出来的，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气质延展。她没有刻意去装嫩，也没有强行挤出无辜表情去迎合镜头，而是用一种更松弛、更自信的方式，让甜成为她自身魅力的自然外溢。这恰恰击中了当下观众最敏感的一点：真实感。近年来，甜宠风造型的热度逐渐下滑，不仅仅是审美变化，更是观众对表演型美感的反感累积。很多女星在尝试甜美路线时，往往陷入一个误区，以为甜就是刻意降低年龄感，堆叠粉嫩元素，强化表情管理。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越用力越显得油腻，甚至被吐槽为工业糖精。而迪丽热巴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始终清楚自己的边界与优势。她的五官本就带有浓颜系的立体感，如果强行走极致幼态路线，反而会削弱自身辨识度。但这一次，她没有回避自身的成熟与明艳，反而用柔和的色彩去中和这种张力，让整体呈现出一种甜中带艳的平衡感。这种克制恰恰是一种高级审美的体现。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对身材表达的分寸感。在当下极瘦审美依然存在的环境里，不少女星为了迎合镜头，
选择压缩曲线，追求单一的纤细线条。但她并没有盲从，而是保留了健康饱满的身体状态。那种自然的腰臀比例，并非刻意炫耀，却在镜头中形成一种极具生命力的美感。它不是攻击性的性感，而是一种温润、舒展，让人感到舒适的存在。这种不过度的原则，贯穿了整组造型的每一个细节。从服装选择到姿态呈现，都没有明显的用力痕迹。它仿佛只是站在那里，光线与色彩便自动围绕它展开。这种轻盈感，其实比任何精心设计都更难得，因为它背后是对自我风格的高度认知，以及对流行趋势的冷静判断。当我们回头再看这组写真为何能圈粉却不招黑，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甜美不必依赖刻意营造，女性魅力也无需被单一标签定义。它没有迎合所谓的少女感标准，却依然让人感受到一种柔软而愉悦的气息。它没有刻意强调性感，却让曲线自然地成为画面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不仅仅是一组成功的造型，更像是一种态度的表达。它在告诉观众，也在提醒行业，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标签本身，而是标签背后的真实与自洽。所以，当越来越多甜妹造型开始失效的时候，迪丽热巴这一次的出圈显得尤为珍贵。她没有重新定义甜，却用一种更自然的方式，让这个早已被消费过度的词汇再次变得生动、有温度。或许，这才是当下观众真正想看到的，不是被制造出来的可爱，而是可以被感知、被信任的美。说真的，这样不刻意、不油腻的甜妹造型，才该被狠狠推崇。你们觉得热巴这波造型，最戳你的是穿搭还是气质？仅播6集就口碑大爆，评分高达 9.7， 终于又有好剧可以追了。白日提灯爆火，古偶剧摆脱套路，上新爆款热度超逐玉。国产剧圈最近又热闹起来了。只要一谈到古装偶像剧，很多观众都绕不开爆款这个词。前脚逐玉刚封神，后脚鹅厂立马甩出新一部白日提灯，6集甩出，热度直接飙到27000，还超了前不久还在高光时刻的逐玉，直接霸占榜单第一。这个速度，恐怕很多剧组都羡慕。新剧上线，观众第一波反应其实很现实，好看、好磕，值不值得追？评论区里一水儿的4、5星，初看口碑 9.7 分，不少剧迷追到通宵刷屏，完全是一种全民追剧的气势。这么一看，国产古偶剧情、咖位、效果，真在内卷天花板上了。这次白日提灯玩的哪里不一样？从设定到选角，再到幕后班底，应该说每一环都在冲击市场疲劳。故事围绕鬼王赫斯木和少年将军段须展开。女主是天赋极高，活了几百年依然如少女的存在，但天生没五感，日子过得挺无趣。男主则神神秘秘，身世扑朔迷离，还有个让女主能借五感的神器。两人从互相试探到并肩作战，剧情一边拉满拉扯感，一边输出新鲜感。老实说，古偶观众早就被穿越三生三世套路熏过，这回女主成了冷面鬼王，情感都靠模仿，男主也是媚团满身，这种设定多少有点解腻。像赫斯木这种没有情感体验却又极渴望做回普通人，寻回人间滋味的角色，给了主创不少发挥空间。特效这块也有亮点，一场纸钱飘落化为蝴蝶的画面，比传统的玄幻飘带还让人眼前一亮。比起前几年一些被网友吐槽五毛特效的剧，这次确实用心。其实不仅国产剧，去年韩剧《雾鬼》也因为特效与悬疑结合，氛围拉满，抓住了不少亚洲剧迷的心。这种更注重影视工业感和画面美学的做法，已经成了大剧标配。演员方面，大流量加实力，这次双管齐下。迪丽热巴之前靠三生三世爆红，之后又在都市题材转型，这次她回归古装，
无论颜值还是角色拿捏都让人记忆深刻，尤其是没有无感、情感生硬的小表情，戏感直接拉满。很多人评价说角色不是脸好看就行，演的真相让人破防才管用。搭档陈飞宇本来被吐槽是星二代，但自打演了纯真年代的爱情，气质和演技都大翻身。这回一身戎装出现，英气十足，和热巴有来有回，没有哪一方拖后腿。这种主演既能撑流量又能扛戏的组合，其实前2年在诸如李沁、任嘉伦合作的剧中也取得过好成绩，只是这一次两人的强烈个人气质，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说演员搭配，就不得不提一下同期的对比样本。譬如去年《暗夜行者》，虽然演员阵容同样强大，但因为剧情推进偏慢和故事设定老套，最后豆瓣开分只有 6.5， 还一度被吐槽为爆款扑街。对照如今《白日提灯》首播效果，的确能看出来做创新和细节打磨的重要。不过古偶剧市场同质化这个老问题，短期内还真难解决。近几年，不论是苍兰诀还是庆余年，都试过打破套路拉高新意。观众审美在抬高，被套路轰炸久了，不少人也开始挑剔节奏和氛围。今年韩剧《婚词离曲》虽然剧情老梗用到底，依然靠演员表现和角色细腻让不少观众熬夜追。说白了，观众关注的是真情实感和新奇感，形式怎么变化不是绝对关键。另外，热度高的剧往往伴随争议。虽然《白日提灯》首播猛冲，评论一片盛赞，还不能代表长期的口碑和收视。有经验的剧粉都知道，前几集刷高热度容易，后期故事拉胯也不是没见过。像多年前的《狐珠夫人》，开局阵仗不小，流量也顶，但后期因为剧情拖沓和人设 bug， 口碑迅速扑街，没能守住一开始的高开局面。还有一点值得追踪，幕后团队其实也挺能打。这次请来了《长相思》的导演主控，质量有保证。近年来国产古偶整体制作水准提升明显，强导演、强班底、强制作逐步成标配。对比2018年以前的古偶剧，现在的剧集在特效、美指和摄影上已然先进许多，观众感受直观就能发现。不过市场环境毕竟不一样了，现在观众的口味变快，对剧情的要求更高。只要有拖剧情、情节反复的老问题，哪怕前几集表现不错，剧集热度依然有被打脸的可能。也并不是演员或导演班底强大就能保证全线飘红，行业里不乏剧本拖后腿的产能例子。再看外部影响，韩剧、泰剧等近年加快入局中国长视频平台，细分题材和节奏感方面都有对古偶的冲击。前阵子的韩剧《王后伞下》靠一反常规的宫廷线和母子情，吸粉不少。反观国内市场，古偶想要持续做新，就得一直走内容深挖和题材创新这条路。现在《白日提灯》起步很猛，观众买单，评分亮眼。接下来能不能守住高口碑，关键还得看故事和细节。如果剧情保持创新，节奏稳得住，结局黑马也不稀奇。但要是一头飘高，一头拉胯，观众的热情消退也会很快。总之，国产古偶市场进步明显，但保持爆款输出却不轻松。观众捧场，看的是创新，是情感，是组合搭配和视觉享受。像《白日提灯》这样初登场就顶流的古偶，如果能守好阵脚，大概率又将成剧迷热议的话题新标杆。如果说一部古装剧的爆火是天时的利人和的叠加，那么《白日提灯》的走红，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迪丽热巴这一次近乎换骨式的呈现。坦白讲，这几年古偶市场的确不缺漂亮脸蛋，也不缺所谓的流量担当，但真正能让观众记住，甚至反复回味的角色却越来越少。而这一次，迪丽热巴饰演的赫思慕恰恰打破了这种审美疲劳。她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仙气女主，而是一个没有五感、对情绪理解近乎空白，却又渴望人间温度的鬼王。这种设定本就自带挑战，
而他偏偏演出了层次。最让人惊喜的是他对五感的处理，不是简单的面无表情，而是一种克制中带着微妙波动的状态，眼神看似冷淡，却偶尔闪过一丝迟疑，嘴角几乎不动，却能让人感受到角色在学习情感的过程。这种细节不是靠台词堆出来的，而是靠演员一点一点活出来的。很多观众说看着看着就破防了，其实正是因为他让一个原本抽象的设定变得真实可触。再说颜值，这几乎已经不需要多强调，但真正难得的是，这一次的美不是张扬的，而是收敛的。妆造偏素，却反而更突出了他五官的精致和气质的清冷。尤其是在一些静态镜头中，那种仿佛与人间隔着一层薄雾的疏离感，和角色设定形成了极强的统一。可以说，它不仅好看，更是适配。而当角色开始逐渐接触情感，他的表演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模仿，到后来的迟疑，再到隐隐约约的在意，这种递进是非常自然的，没有刻意煽情，却能让人慢慢陷进去。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其实才是演员真正的功底所在。和陈飞宇的对手戏也值得一提，两个人的气场并不是简单的甜，而是带着试探与拉扯。一个在学习感情，一个在隐藏秘密，这种关系本身就很有张力。而迪丽热巴在其中的表现，并没有被对方压住，反而形成了一种你来我往的平衡感，观众看得舒服，也更容易沉浸。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她让人看到了演员迪丽热巴的另一面。过去很多人提到她，第一反应可能还是美红，但在白日提灯里，这些标签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角色本身。她不再只是站在那里发光，而是让观众相信赫斯慕真的存在。其实，一个演员最难得的，不是永远惊艳，而是在不同阶段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而迪丽热巴这一次显然做到了，她没有停留在舒适区，而是选择了一个更有挑战的角色，并且交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卷。也正因为如此，白日提灯的爆火才显得更有说服力。它不仅仅是一部好看的剧，更是一部让人重新认识演员可能性的作品。而迪丽热巴无疑是其中最亮的一束光。接下来剧情如何发展，还需要时间验证。但至少现在可以很确定地说一句，这一次的她真的让人眼前一亮，也让人心甘情愿继续追下去。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再见。